真相与风暴，徐凯、赵晴、许丽莎的情感漩涡。事件的导火索。2022年底，一组模糊却震撼人心的照片与视频在网络疯传。人气演员徐凯与同事赵晴在深夜街头相互依偎，随后一同走进酒店，直到次日清晨才离开。那一瞬间，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，溅起的水花席卷了整个网络。无数网友惊呼：这是爱情，还是背叛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八卦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关于信任、人性与真相的深层讨论。舆论如野火般扩散，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感情，而是整个娱乐圈的镜像折射。许丽莎的勇敢发声。当外界的议论如潮水般涌来，演员许丽莎终于选择不再沉默。她自称是徐凯的前任，公开讲述了两人从相识到分开的全部历程。她细致的回忆，从2021年的生日聚会到甜蜜的约会，再到因误会短暂分手，尝试复合，直至彻底失望离开。她的言语中夹杂着不舍与痛楚，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决绝。许丽莎说：我曾经忍耐，但当所有矛头都指向我，当流言淹没真相时，我选择站出来。这一刻，她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说话，更是在为所有在爱情里受过伤的女性发声。观众从她的勇气中看到了一个真实的、敢于正面迎击流言的灵魂。于正的深夜直播。在事件最热的时候，制片人于正选择在深夜开播，语气激动而坚定。他力证徐凯清白，强调与赵晴进入酒店只是为了对台词，并非所谓的隐秘关系。他更直指背后有人操纵舆论，故意放大谣言。这场直播瞬间吸引了数百万观众。有人相信他的解释，觉得这是一次被恶意放大的误解，也有人依旧质疑，认为解释太过牵强。直播不只是一场澄清，更是一场舆论之战。它让人看到，在娱乐圈，真相往往并非黑白分明，而是掺杂了太多灰色地带。真相与流言之间的裂缝。当一张照片或一段视频被投放到社交平台，它首先触动的是情绪，而不是证据。信息的扩散遵循情绪驱动的路径，人们更容易转发能激发愤怒、好奇或同情的内容，确认偏误与从众效应便在此刻放大了未经核实的猜测。对于当事人而言，这种裂缝意味着私密被暴露，名誉被裁判，生活被扰乱，而事实往往被噪音淹没。工作室声明和法律动作可以在法律层面止损，但无法立刻修补被公众舆论撕裂的情感与信任。我们要意识到，每一次转发或评论都不是无关紧要的旁观，它可能在被指控者和受伤者身上留下一道道难愈的伤痕。因此，在面对爆料时，多一分理性核验，少一分情绪宣泄；多一点同理心，少一点猎奇心，给事实与当事人更多的空间，让法律与证据去还原真相，而不是靠热度来定论一切。爱情与信任的考验。信任并非凭空存在，而是在日常的承诺、交流与细微行为中稳步建设。当误会出现，沟通断裂或界限被模糊，信任就像被反复摩擦的薄纸，终有一天会出现裂痕。尤其在公众视线下，私人矛盾被公众化，情绪被放大，修复的难度呈指数级上升。对被伤害的一方，需要的是被理解、被倾听与安全感；对被质疑的一方，也承担着额外的防御与自我证明压力。真正的责任并不在于谁在网络上占据优势，而在于是否有人愿意面对问题，承担错误，并持续努力修补裂缝。成熟的爱不是逃避矛盾，而是愿意通过坦诚对话、必要的边界和专业帮助去修复受损的信任。观众的审判只能带来瞬时快感，真正的疗愈需要时间、隐私与真诚的行动。娱乐圈的残酷与无奈。娱乐生态的运转常常把人的情感当成商品，媒体与平台为流量设计话题，资本与经纪人为利益放大矛盾，演员的私人生活被置于显微镜下接受消费。这样的机制不仅助长了不负责任的爆料文化，也让当事人在心理上承受巨大代价，焦虑、
孤独、抑郁并非个例，而是系统性问题的表征。尤其是性别不对等的舆论审判，会让女性承受更高的道德审判成本，而男性则常被要求以沉默示强。面对这种残酷，我们不能只是冷眼旁观，需要呼吁媒体伦理、平台责任与更完善的法律保护，减少对私人生活的无端侵扰。同时，也要推动行业为艺人提供心理支持与职业边界保护。对公众而言，减少猎奇心，增加对人的尊重，是缓解这一生态病灶最直接的力量。网友的情绪与反思。在整个事件中，网友的角色至关重要。他们是传播者，也是审判者。有人义愤填膺，指责徐凯不负责任；有人同情许丽莎，赞赏她的勇气；也有人选择中立，提醒大家保持理性。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，我们是否过度依赖网络情绪来判断真相？是否在一次次转发和评论中，无意间伤害了当事人？娱乐事件背后，映射的正是社会大众的情绪出口。这也是为什么此类话题能迅速发酵的原因。从徐凯的沉默看成长。在舆论高压下，徐凯的沉默既是自我保护，也是策略选择。面对公众放大镜与私人混乱，他或许需要时间取证与整理思绪。沉默易被误读为心虚，但也能给脆弱的情感留白与恢复空间。长期回避会加深猜疑与隔阂，因此成长不只是沉默，而是在冷静中反思、承担，并在合适时机沟通。我们应以同理心看待他的沉默，他既非懦弱，也非无懈可击，而是一种在风暴中试图保存完整自我的方式。勇敢发声的力量。许丽莎的发声是一种从沉默中挣脱的勇气，她用个人经历揭示受害者常有的无助与被忽视感。公开讲述既是自我救赎，亦承担被审视的风险。她的选择提醒社会，给予站出来的人更多支持与信任，而非立即质疑或嘲讽。勇敢发声并非轻率，需要力量与准备。媒体与公众应反思，在保护隐私与追求真相间找到平衡，让声音被听见时，尽量避免二次伤害。每一次勇敢都值得被温柔以待。观众为何无法移开目光？观众对风波难以移目，既被八卦刺激，也在故事中看到自身影子，甜蜜、背叛与无力。社媒的放大效应让情绪迅速连锁，人们在围观中获得感受与判断。然而，围观容易变成审判，给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。作为受众，我们应更自觉，以同理心对待当事人的痛苦，避免人身攻击与盲目转发。在分享前思考后果，把好奇心转化为对话与反思，从而让舆论更有温度与责任感。这是我们的修炼。启示与思考。这场风波带来的启示是具体而现实的。感情里，信任需时间与诚意来累积，误会若不沟通便会扩大。舆论中，理性与独立思考比情绪化传播更重要。对当事人而言，成长是承担与修复并重，学会设界，寻求支持。公众应尊重隐私，以同理心为先。媒体与平台应承担核实责任，减少谣言扩散。若我们能将好奇心转为理解与对话，风波便能成为社会成熟契机，而不是持续的伤害。一起吧！真相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成长。徐凯、赵晴、许丽莎、于正，他们的名字背后是人性的挣扎与选择。或许真相永远不会彻底揭晓，但风波带给他们的成长却是无法否认的。观众也在思考，当我们面对流言时，是否能保持冷静？当我们被误解时，是否敢于勇敢发声？当我们经历风波时，是否能学会成长？感谢大家耐心看到最后。如果你对这场风波有不同的理解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支持徐凯吗？你理解许丽莎的勇气吗？还是你更关注娱乐圈背后的生态？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，我们将带来更多深度、真实又充满力量的故事。下次见。